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东美们辛普森家第14季第11集。今天是新小妹的大日子，因为她荣获了肯尼迪终身成就奖。另外两个分别是奥奈特·科尔曼和阿瑟·米勒。作为全能天才，他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尊重。然而，当他在台上分享成功经验时，吸尘器的轰鸣声将他从梦中惊醒。辛巴对于吵醒女儿的美梦很是抱歉，但是今天是大扫除的日子，家里的所有成员都在帮忙。清理车库的时候，小新发现了一箱旧录像带，其中一个引起了他的注意：辛巴和辛妈的脏事儿。他转身就问妹妹：“嘿，你想来点刺激的吗？哥有好东西给你看哟。”于是两孩子准备了爆米花，打算窥探老爸老妈的隐私。不料这所谓的脏事不过是挖南瓜。这时新小妹发现了一卷录像带，名为《小新的伤心事儿》，这该不会又是个标题党吧？因在新小妹看来，小新会伤心，上帝都会存在了。这段录像内容是一段广告，一个女人推着孩子在公园散步，可爱的孩子引起了老奶奶的怜爱，让她忍不住想伸手抱抱她。没想到这宝宝的口气让她望而却步，而这有熏人口气的宝宝就是小新，他在为智仙宝贝的三角面贴系统打广告，有了这个就可以清新口气。看完之后，新小妹忍不住唱歌嘲笑哥哥，就连不会刷的小新也哼着曲调跟着姐姐唱。挖出自己的黑历史后，小新马上跑去质问爸爸妈妈，为什么拍儿童口臭广告都不告诉他。辛爸倒是毫无愧色，表示自己已经打算在临终前说的。辛妈也在一旁附和，说小新在拍摄过程中很开心，不仅如此，还挣了一大笔广告费。果然还是谈钱有用，小新立马询问钱到哪里去了。辛妈告诉他，辛巴拿去投了大学信托基金，现在应该值……话还没说完就被辛巴强行打断了。于是辛巴只得编造说，后来股市跌了，但是应该还是有……这次又被辛巴给打断了。好吧，看样子之前是全打水漂了。小新不敢相信老爸将自己的钱都挥霍完了，辛巴还想狡辩，说自己买了赎罪的照片。这从阳台上将儿子扔下去的连贯镜头，对小新来说可不是值得高兴的事。他当即将辛巴扑倒在地，用力掐他脖子。辛巴刚开始还能笑着开着玩笑，谁知小新直接抽出皮带，打算勒死他老子。要不是辛妈急着将儿子拉开，可能小新就要背上弑父的罪名了。被拦下来后，小新依然没有消气。在他看来，辛巴已经不是第一天这样了。他控诉辛巴根本不尊重自己，凭什么他就必须得受这份罪？辛巴到现在也没有反思，还说不服就得憋着，18岁之前都得被他当驴使。小新感觉自己快被气疯了，他将自己所有的不堪和委屈告诉了眼镜仔。虽然他希望好基友能够保守秘密，但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？小胖子又马上听到他俩的悄悄话。小新下定决心一定要报复辛巴。眼镜仔表示，他妈想要报复他爸时，通常都会请个律师。那你爸被欺负哭了吗？可不，天天以泪洗面。听取眼镜仔建议，小新独自来到了律师事务所，找到了专门处理家庭纠纷的律师。他告诉律师，他想休了自己的父母。律师只简单的惊讶之后，就让小新去填一张子女休父母标准表。回到家后，小新还在宣泄愤怒，他用食物弄了个辛巴的头，然后再用叉子插了个稀碎。不得不说，这真的把辛巴吓得不轻。辛巴忙在旁边打圆场，劝说小新宽宏大量，既往不咎。这时门铃声响了，是白天小新见过的律师来送传票。这上面不仅写着小新要起诉辛爸辛妈，而且他还表示自己要搬出去独居。这突如其来的状况让辛妈十分震惊，她不敢相信小新这么小就搬出去。小新安慰她，这并不是他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他实在受不了辛爸了。辛爸还嘟囔着他老子也训，但自己都没有起诉他，只将他送到镇上最便宜的养老院。这可真是大孝子啊！不久，法院开庭审理了小新的起诉。律师在法庭上控告辛巴，说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。果然如此，只要是他无言以对的事，都会伸出自己的拳头。这几轮拳头挥下来，法官已经在台上画起他上吊的图了。宣判审判结果之前，辛巴亲切地抚摸着儿子，表示无论结果如何，他都会尽力做最好的爸爸。不料法官刚说不会把未成年人判离他家庭，辛巴就开始原形毕露，在小新面前嘚瑟。但其实法官没有说完，鉴于辛巴对小新的压迫，法官允许小新自由离家。不仅如此，辛巴还得将工资折半还给小新，直至将欠他的广告费悉数还清。辛巴气急败坏，当即就要冲上去对法官动手，不过最后显然是没有成功。回到家后，小新马上开始收拾行李。新小妹过来询问他在哪里住，小新一脸轻松。辛巴每月赔他的钱足够让他去租市区的阁楼，眼见哥哥离开已是无法改变，新小妹只得表示自己会想他的。小新当即拉过他的手，那就留下点念想吧，是一个红红的爱心。小新正将最后的箱子拖上车，辛巴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他请求儿子不要离开，但小新态度很坚决，他和辛巴只能留下一个。辛巴只得放弃劝说，接连亲吻了小新好几下后，终于在司机的催促下目送他上了车。此时辛巴也从屋里出来了，他撂下狠话，说小新总有一天会爬着回来。但辛巴也没能豪横多久，眼见儿子的车已经走远，他跪倒在地，崩溃的大哭起来。到了新住所
所后，小新异常兴奋，是时候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了。不要激动过头，帽子被电风扇给搅碎了，这个不算是一个好的开头啊。辛巴正在家里跟小新打棒球，看到自己的球正中棒球棍，他激动地抱起小新，在院落里奔跑。辛巴有些无奈地表示，他早该趁小新还在时，就这么陪他玩。另一边，小新正给好基友打电话，诉说一个自由人有多自在。不料等他挂电话躺在床上时，空虚与孤独一瞬间就包围了他。看着一家人的合照，他很想打电话问问，可自尊心还是让他将手缩了回去。虽然极力劝说自己冷静下来，但当他看到一旁的老鼠之后，还是被吓得直接跑上电梯。人要是倒霉，电梯都会跟你过不去。小新明明按了1楼，却偏偏上到了顶楼，但可怕景象并没有出现在他的面前，相反，这里简直就是年轻人的天堂，到处都是滑滑板的人，还有震撼人心的音乐。一个男人踩着滑板来到他的面前，小新很快就认出了他是滑板传奇托尼·霍克。得知他也在这里居住，小新简直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。他觉得这是他这辈子最赞的一夜，还说要是辛巴看见一定会疯掉。小新说的没有错，辛巴此时正通过网络摄像头看小新，他现在异常憔悴，只能借酒消愁。第二天，辛巴照例给全家人倒果汁，照例又将小新那份倒在桌上。很明显，大家都没有适应小新不在了。辛小妹看到了墙上日历，按照法官安排，明天就能够去见小新了。辛巴觉得，如果他们表现出诚意，这样小新应该就愿意回家了。辛巴表示自己下足功夫做个好爸爸。再说小新，他现在混的可是如鱼得水，自从结识了霍克，小新上下学都是由他接送，这简直把银仔羡慕的不要不要的。盼望的时间到了，全家人来到小新的居住地点，这里枪声不断，遍地流浪汉，实在不适合一个10岁的孩子居住。不料等他们到了小新居住的阁楼，才发现他此时正在悠闲玩游戏呢。辛小妹表示这地方好赞，那边沙发看起来貌似也不便宜。小新有些得意，看高端电视总得配高端的沙发。此话一出，辛巴又掐住了他的脖子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用为奢侈买单？饭桌上，小新告诉大家，他靠捡注射器赚了1块钱。辛巴马上夸奖他厉害，还暗示辛巴说些什么。辛巴立刻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行，说他不应该剥削小新，而且保证以后不会了。小新很感动，这句话是有分量的，但对于搬回去这件事，他依然拒绝了，因为他要离开半年去参加歪星巡游。辛小妹听说过，是那个摇滚加滑板加极限运动的巡游狂欢。巡游狂欢正式开始，小新和托尼·霍克站在滑板赛道的顶端。主持人介绍完毕之后，霍克就踩着滑板俯冲了下去。赛道的另一边，辛巴叫住了他，他向霍克表示自己想要赢回儿子的心，所以想请求霍克能够在比赛中输给自己，让他重新做回小新心中的英雄。简单思索之后，霍克答应了，并递给辛巴一个秘密武器，拥有这个滑板，即使小白也能变成高手。得知自己老爸要挑战霍克，小新觉得他简直是喝多了。首先是霍克先滑一次，接着就轮到了辛巴，只是他直接将滑板调到了耍帅模式，一番操作下来，观众欢呼声到达了顶点。霍克见此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答应帮他也没说要贬低自己啊，于是他也开始亮出自己的真本事。但普通的滑板怎能比得上神器？辛巴踢入了霍克的滑板，让他从高空坠落了下去。辛巴以为赢了比赛就能赢回儿子的心，怎料小新根本不吃这套。他要是老爸能够关心他的感受，辛巴这才表示自己内心的想法。他知道自己错了，并且真的很内疚，让他拍这么难看的广告，还把钱糟蹋了。他希望上天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做正确的选择。这时，一个女人来到了这里，她表示欣赏辛巴在滑板上从容，询问他是否愿意拍支广告。辛巴立刻答应了，还说要将广告费都给儿子。这次广告产品是一种治疗男性雄风和谢顶的药剂，它的副作用是不举和头皮掉落。辛巴观看了之后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这玩意儿会导致头皮脱落。小新安慰他，广告而已，50年后就没人记得了。怎么说呢？这个被写在辛巴的墓碑上，以自我为中心人到底有多可怕？只要自己过得舒服，别人怎样都无所谓。生了孩子也不意味着需要负责，相反是多了个给自己当牛做马的人。每个人的身边似乎总存在着这样一些人，他们只在意自己的想法，不关注他人。从我们亲密的家人朋友到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人，他们通常将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挂在嘴边，稍有不慎就会掉入他们的强盗逻辑，成了砧板上的鱼，任其宰割。就如挥霍掉广告费的辛巴，用牺牲儿子形象换来的金钱满足私欲，不仅没有因此觉得羞愧，反而理所应当。若是小新没有选择离家出走反抗到底，也许等待他的就会是变本加厉。人总是无限放大自己的需求，而忽视别人的感受，这是无可避免的。但如何满足自身又不伤害别人，是我们终身都需要践行和维持的平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